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公司降本增效，裁掉了兢兢业业7年的我。谈离职那天 ，HR 要求我当场走人，取消了我的一切权限。秉着有始有终的原则，我本想交接，却不被允许。领导在我背后嘲笑，一个打螺丝的而已，还真以为自己有多重要。后来公司系统崩溃，他们打爆了我的电话，只为求我回去帮忙。而我那时候已经国考上岸了，不好意思，体制内不让接私活呢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中午吃过饭，我刚回到座位上，就收到了 HR 的信息：林涵，现在有空吗？13F1011会议室，我们聊一下。我心中咯噔一下，顿感大事不妙。通常这种情况意味着要被裁了，这一天终于轮到我了吗？虽然早有预感，但当事情真的降临到我身上的时候，我的心情还是很不平静。我们所在公司是一家互联网小厂，我从毕业就进这家公司，如今已经干了7年。看着公司从一个只有10几个人的小公司，逐步成长为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领头羊。公司业务的成长被巨头看上了，谈了入股，资方财大气粗，一下子买了75%的股权。老板喜滋滋拿钱套现，让出公司控制权，移民去国外，过上了采菊东篱下的悠闲生活。资方派了大批的人空降公司，每个部门甚至每个 team 的领导都被换上了资方的人。刚交接的这2个月，公司管理层老员工大批量离职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基础员工。公司的组织架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动，我很侥幸地留了下来。原有的运维部门、信息安全部门、技术支持部门合3为1，组成一个新的部门。我本是公司的系统运维主管，我的上级以及下级陆续被裁，唯独留下了我一个光杆司令。整个公司所有业务系统的运维工作都落到了我一个人的头上，累得我喘不过气来，每天加班到凌晨。为什么不主动离职？因为我是女生，已经快30岁，未婚未育，现在又是互联网寒冬，工作不好找，只能先苟着。在资方入驻前，公司氛围很好，人员关系简单，每个人只要做好分内的事就行，不用拍马逢迎。资方入驻后，对公司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工作强度更大了，从做5休2变成996，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我现在的领导蒋万军是资方的人，市场营销管理专业毕业，此前在大厂工作过，热衷开会，总是在会议上高谈阔论。言必称，我以前在某某大厂的时候，他也非常喜欢吹捧与被吹捧，沉迷做各种华而不实的 PPT， 并要求下面员工将日报、周报、月报都用 PPT 提交。而我技术出身，生性木讷，每次硬着头皮将相关的数据填上去，被蒋万军批没有灵魂。我也不明白有灵魂的 PPT 是什么样子的，因为不会吹捧他。他对我的工作开始有些不满，想从工作方面给我难堪。上个月，他要求我详细介绍我的工作内容，我照做，怎奈他不是专业人士。我一通讲解之后，他连最基础的术语都听不懂，他听了一头雾水，有些恼羞成怒，认为我不尊重他，从此对我成见更深，变着花儿给我找茬。我们已经在了，你马上过来。看着聊天窗口HR催促的信息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拿出了录音笔藏在身上，走到指定的会议室。HR 和蒋万军已经等在那里了。HR 示意我交出手机，
由于本次谈话内容比较机密，不能被外人所知，需要交出手机。我将手机交了之后 ，HR 开门见山，想必你也听说了吧？公司最近经营困难，将进行人员优化，你是其中之一。你们裁员的标准是什么？ HR 拿出一张表，翻了一下，当然是绩效了。这次你的绩效评估是 C， 不合格，说明你已经没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。我气笑了，我是一名系统运维人员，最主要的责任是维护系统和服务器的稳定。在我任职期间，系统有因为我的原因出过故障吗？平时和研发以及交付人员的对接，我也都积极配合。凭什么说我不胜任？我的这个职位确实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职位，干得好，系统稳定，不出故障，没人会说你的好。系统一有问题，首先就是追责系统运维。自资方接手公司半年来，系统一直稳定运行，未出过故障。我工作本身没有犯过错，他们确实理亏。蒋万军开口，我们认为你这份工作很简单，一般的基础人员就可以完成。你的职位是运维主管，如果你愿意减薪一半，将职位降为运维专员，也可以留下来。我据理力争，以前的运维团队一共有7位员工，如今只剩你我2人，所有的活都堆在我身上，我每天加班到12点。我不认为工资拿多了，你们以前工作效率太低，人员冗余，所以才会被收购。我们现在就是要精简不必要的开支，轻装上阵，这样才能带领公司飞速发展。蒋万军对以前的公司体系一顿批判，你现在的工作，我招个初级人员就可以干，你愿意降薪就留下来，不愿意那就走人。我不愿意降薪，也不愿意走人，那由不得你。蒋万军冷笑一声，示意 HR 把他的一切权限都取消，我就不信赶不走你。他终于急了。HR 和蒋万军对视了一眼，很遗憾，林涵小姐，既然你不愿意降职降薪，那么只能裁掉你了。关于离职赔偿，我们一向是按照 N 的赔偿方案。你在公司待了7年，我们将会支付你7个月的赔偿金。我在公司工作了7年，作为无过错方，被公司无故终止劳动合同的话，应该赔偿2N 才对。另外，需要支付1个月的代通知金，一共2N加1，总共15个月的赔偿。此前 HR 看人下跌，对大部分员工都只愿赔偿 N 的赔偿金，很多人怕影响后续找工作，都只能答应了。只有个别几个头铁的，闹到仲裁起诉打官司，最后公司还是乖乖支付了2N加1的赔偿。我在公司一向是老好人，是众人眼中好拿捏的对象，所以他自然也只愿意给我 N 个月的补偿。蒋万军撇了一下嘴，语气很是不屑，你还真狮子大开口的，你看哪个公司裁员赔2N加1的？ HR 笑笑，缓和了语气，林涵，那这样我们可以给到你 N 加1，我们给以往的赔偿标准都是 N， 多给你1个月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我没有接话，虽然我平时不活跃，但是什么都知道。老员工离职后，将公司的手段都跟我吐槽过，我早有心理准备。你也要为你自己的职业生涯考虑，我还是希望好聚好散，不要闹得大家下不来台。你以后还是要找工作的吧，现在都要被调，如果你不配合，恐怕以后的被调，公司不会给你正面评价。还有，我们 HR 圈子其实就是个小圈子，如果我把你纳入黑名单，以后你不会再被任何大公司录取。这个 HR 叫宋静，据说是公司特意招进来裁员的，很有手段，江湖人称玉面罗刹。
有过1个月招聘1000多人，又花了1个星期将这些人都裁掉的壮举。但没关系，我就是那个不声不响的硬茬。辞职后，我准备回去躺平。我们家里还有几十亩地，我回去种地，不准备再找工作了。如果你们不按照相关法规进行赔偿的话，我愿意花时间去仲裁。反正我工作了7年，也没休息过。仲裁期间，我正好到处玩玩，看看书，做想做的事。我不怕耗时间。我原生家境富足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我本人未婚未育，不用养家糊口。我说得轻巧，见我软硬不吃，蒋万军和宋静的脸都绿了。宋静干笑一声：“你这种年轻人，我见得多了，尤其是你这种没背景的北漂族，一开始嘴都硬得很，最后还不是打电话求我们被调给说好话。你不用说了，反正我不同意，我也不会来求你们说好话，那只能请你今天立马离开。”宋静沉下脸来，她名头很响，今天在我这里失了面子，终于失去了风度，要离开可以，你给我一张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和离职证明，赶紧出具通知，让他滚蛋。蒋万军的耐心已用尽，脸上布满寒霜。那今天下午我就把通知书给到你，你赶紧回座位收拾一下你个人物品。待我回到座位时，我的电脑已经打不开了，手机上也被从各种公司移除，连门禁都已失效。IT 资产管理处的同事小吴跟我关系好，悄悄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“林姐，对不住了，刚才 HR 发邮件让我立即将你的所有权限全部冻结。”我回了个无奈的表情：“没事，作为打工人，我理解的。”差不多10分钟后，宋静朝我走了过来，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和离职证明递给我。离职证明上的离职理由写的是因能力不足以匹配目前岗位被解雇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离职证明上竟然还有宋静的亲笔签名，看来他对自己的影响力还真是自信呢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抗议，默默将这2张纸收进包里。宋静身后还跟着3位安保人员，个个身材壮硕。你个人物品都收拾好了吧？现在可以离开公司了。保安一起走过来，齐刷刷站在我跟前。我像被3堵墙包围着，他们大有一种我不走就把我抬走的架势。对于我这么一个弱女子，他们都用上了3个壮汉，还真得谢谢他们看得起我。确定不用交接吗？出于职业道德，我还是好心提醒。蒋万军嗤笑一声：“你这个活，我随便招个人就能干，别拖延时间了，马上滚蛋。”好的，那就请在交接单上签字吧，省得以后有事再麻烦我。我没有在意他的脏话，将交接单递给蒋万军，他麻溜的大笔一挥，签上了他的名字。不过一个打螺丝的，随便一个人都能替代你，以为公司离不开你？我笑笑不说话，抱起箱子离开了公司。回家后，我一边上网查找仲裁相关的流程，一边托人寻找律师。我一直认为，专业的事就应该让专业的人做。我没什么交际，认识的人也不多，不认识律师，随便找又怕找得不靠谱。好在我的闺蜜许薇是做猎头的，人脉比较广。得知我想请律师后，她当天晚上就帮我联系了一个杨姓律师，专门打劳资纠纷方向的官司的。第2天，我按照杨律师所吩咐的，准备了相关证据资料，并将之前的录音也拷贝了一份，去他们律师事务所见了杨律师。他很专业，详细询问了我所在公司信息，再查看了我递交给他的资料。杨律师夸我准备的资料很充分，有这些证据在手，我们赢的把握很大。
与杨律师签订委托合同后，他告知将会即刻去带我打官司。从律所回来时，小吴给了我发了一条八卦信息：林姐，今天蒋万军在招人呢。一股脑的面试了10几个，有几个当场骂骂咧咧走了。听说他把薪资压到特别低。看到小吴的信息，我心里没有波动。如今公司陷入一种很怪的氛围，不做事的人每天只要写写 PPT、开会、耍嘴皮子就能拿天价的薪水，动不动年薪100万。对于我们这些真正干活的人，恨不得让我们当牛做马。原本几个人的工作量全部堆给一个人，不加1分钱工资就算了，还各种克扣福利。原有的下午茶全部取消，茶水间的咖啡零食也没了，只剩下白开水。我估计会招个今年刚毕业的。我回道，此前蒋万军就已经多次在我面前说过几次应届生才多少钱，年轻、精力旺盛，还耐操。与我所预料的一样，小吴几天后就给我发来信息：林姐，还真被你说对了。新人今天入职，来领电脑时跟我聊了几句，说是今年才毕业的，还不是计算机相关专业。他去培训机构学了几个月，除去实习，这是他的第1份工作。蒋万军不是技术出身，对技术不重视也正常，但是他竟然招了个非科班出身的，我只能祝他好运。当天，我的微信上多了个好友申请：林小姐，我是杨琴，刚入职凯云，有事要问你。凯云是我前司的名字，不用想也知道是来问我工作相关的。我直接点了忽略。当初特意让蒋万军签交接清单，就是防着他们以后麻烦我。仲裁从递交材料到调解需要1、2周时间，这期间我将北京城到处走了一遍。在我没通过杨琴的好友申请后，蒋万军给我打了一通电话：林涵，我让杨琴加你微信，你为什么不通过？我为什么要通过？你什么态度？杨琴说账号你都没留，你让他怎么接手你的工作？反正我交接了呀，交接清单上还有你的亲笔签名呢，你想不认账？说完，将交接清单的照片发了过去。当初我特意搞了2张交接清单，公司交1份，我自己带走1份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把账号交出来？这话说的，账号我又没拿走，我交什么交？你们那时候可是立马就把我的电脑锁了的，那你总得告知在什么地方。蒋万军完全没意识到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的领导了，仍然一副咄咄逼人的嘴脸。我记性不太好，无可奉告，所有账号信息存储在电脑里。蒋万军还不算笨到家，在我离职之后，让人将我电脑上的内容都备份了1份。不过我存放账号的文件放的目录很深，还加了锁。他们能找到算运气好，找不到只能怪自己倒霉了。毕竟我可是交接过的，你是不配合了。他提高了音量，我已经能想象出他恼羞成怒的样子了。怎么办呢？要不你报警吧。你未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挂掉电话，心中那一股郁气消掉不少。手机上收到了小吴给我发来信息：林姐，蒋万军现在是真急眼了，产品要升级，卡在运维这里了，杨琴没办法授权。看来蒋万军接下来几天很有可能会继续骚扰我，我干脆把他的联系方式都拉黑。仲裁迎来第1次调解，蒋万军和宋静2个人一起出席了这次调解。凯云给出的条件是给 N 加1个月的补偿，再多加1个月交接费。蒋万军终于发现我没交接，还真运行不下去了。研发更新的功能迟迟没能更新到生产环境，压力全部给到运维。
蒋万军作为主管经理，当然也难辞其咎。杨律师当场拒绝他们的条件，并提了我们的要求：2N 加一共15个月的赔偿，另外还有这半年来超额工作时间要付加班费，以及今年未休完的年假补偿。法定工作时间是每周40个小时，这半年来我每周工作80个小时以上，总共加班时长超过1200小时。被裁前，我就将每天的打卡数据做了留存。杨律师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蒋万军无理地打断了。加班还想要钱，那是你工作效率太低。既然已经撕破脸了，我也不再惯着他。拜托你去调查一下其他公司运维人员的配比，再出来避避。不过你对这个又不了解，或者说对运维一窍不通，却还偏要舔着脸皮当领导。你说说，你作为运维、支持、安全3个方向的领导，你对我们的工作有屁点贡献吗？你对我们的工作内容了解吗？看得懂代码吗？屁都不懂，每天在公司拍马溜须。有你这种人，公司迟早倒闭。蒋万军万万没想到，一直沉默的我会对他爆粗口。愣了一会，气得脸都红了。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林涵，谁给你的胆子？”我趁机火上浇油，挑眉望向他，似笑非笑：“哟，恼羞成怒了。我说的难道不对？那你反驳我呀，写一段牛逼的代码，狠狠打我的脸呢。”他被我激的冲过来想打人，被人几名工作人员拉住了。我故意凑过去，轻轻拍着我的脸：“理亏想打人啊，打呀，不打是孙子。”不得不承认，我这个举动也挺贱的，但是只要能气到他，我就解气。工作人员见我们根本谈不拢，只好解散，让我们走诉讼流程。杨律师第2天就去法院提交了诉讼请求。原本以为是场持久战，但是没想到蒋万军那边率先提出和谈。前几天和小吴也聊过，蒋万军现在压力很大，其他几个部门一致压着他解决问题。他是新来的陈副总裁的人，尽管有高层护着，但也遭不住每天被人追问。此前接替我职位的杨琴顶不住压力，直接提出要离职不来了。他现在焦头烂额，一边安抚杨琴劝他留下来，一边还要承受其他部门的怒火。蒋万军不得不求公司的法务联系杨律师，想双方再次约个时间进行谈判。杨律师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什么时间方便去参与谈判时，我正在外地度假，现在急的是他们。我想了想，要不下个月吧，我准备先去外面浪一圈，下个月应该可以回来。当天我又接到了蒋万军的电话，他换了一个手机给我打的。林涵，你现在能耐了是不是？你是故意的吧？你这种人早就该开掉你。现在你的所作所为已经惹怒了全公司，我们会将你的行为宣传出去，以后别想在互联网混了。被逼到这个份上，他还是学不会尊重人，开口就不说人话。好啊，请自便，拜拜。说完，我准备挂掉电话，对面传来他的怒吼：“林涵，你给老子等着！”挂掉蒋万军的电话，宋静也来电话了。他半威胁半诱哄，说只要愿意回来重新交接，一切都好说。你还年轻，跟公司闹僵没有好处，只要你现在愿意回来交接，裁员赔偿可以重新谈，那就按照上次调解时杨律师提出的方案进行赔偿。宋静那边沉默了，我却听到了一旁蒋万军的声音：“算了，先答应他，先把问题解决了再说。”宋静沉吟片刻，同意了。见目的已达到，我见好就收，和杨律师商量后，将和谈时间约在了下周。
他们想越快越好，但是我在外地，也不想那么匆忙，他们只得咬牙同意了。和谈现场，蒋万军和宋静再也没了以往嚣张的气焰。对于杨律师代表我提出的2N+1的赔偿，以及加班费和未休年假补偿，甚至是我方的律师费，也咬牙答应。凯云公司当场给我转了小100万，我同意可以线上交接1天，收费1万元，以后按次收费，1次3000。我的话让蒋万军气得半死，又只好答应。宋静也气得不轻，边叹息边摇头：年轻人，不要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。我微笑看向他：上次你给我开的离职证明我丢了，麻烦帮忙重新开一张。虽然恨得我咬牙切齿，但是他不得不给我重新开了一张离职证明，并将离职原因改成了个人原因。他们憋屈的模样与当初趾高气扬开掉我的样子可真不一样呢。当天他们如约又给我打了1万的交接费。我通过了杨琴的好友申请，回答了他的一系列问题，也把账号放置的位置和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了他。既然收了1天的费用，我也没有藏私。他问的基本都是非常基本的问题，看得出他真的是个新手，甚至连 Linux 3件套都用得不熟，也不会编程语言。至于像负载均衡高可用容器这些内容，他更是听都没听过，一问三不知。他甚至问我容器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取这个名字。我无语扶额，只得回了一句：不知道就去问度娘吧。让我有点怀疑他到底是运维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学生。蒋万军招人还真是敷衍，不过这也不关我的事，他们以后出了问题也是他们自己的事。后来有一天，杨琴突然在微信又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这种问题在网上都能找到答案，他们又没给我咨询费，我就没回他。他又很理直气壮地催促着我：在吗？问你问题呢，不回是吗？死了，装尼玛呢？快给老子死过来！知道了，不就是要钱吗？等你死了，老子给你多烧点。不得不说，被蒋万军看上招进来的人确实不一样，连脾气品性都是一样一样的。看着他叫嚣的话，我勾了勾唇，在对话框中缓缓打出了一行字符：sudo rmrf_#。本想气他，几分钟后，他发来了一连串的文字。那是什么命令？怎么什么都看不到了？救命啊！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完了，我百度过了，你还真狠毒，难怪会被开掉，活该。听说被裁了快1个月还没找到工作吧？你这种人就活该！老子命令你快来公司帮我把服务器修复好，否则我跟你没完。虽然早知道他是新手，但我没想到他能新到这个程度。看着他发来的满屏的文字，我已经想到他满嘴喷粪的样子了。我又没说让你去执行这条命令，你不会直接去执行了吧？哈哈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与我无关。我幸灾乐祸地嘲笑，让他彻底破了防。像你妈呢？你等着，我要告诉公司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也不甘示弱。好啊，最好去报警，发条命令就去执行。我叫你去吃屎，你怎么不去呢？要不带上你们领导一起，你们给我跪下磕头，说不定我一好心就帮你们恢复了。蠢货！当我打完最后2个字发出去时，对话框显示了一个红色感叹号，我被他拉黑了。蒋万军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立马来公司帮忙恢复1台服务器，或者重新部署也行。我慢悠悠地回道：那是另外的价钱。他气得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后来听小吴说，杨琴删了1台生产环境的服务器，好在不是高峰时期，公司请了专门的专家来进行恢复，
杨琴被公司辞退了，蒋万军痛定思痛，发现还是不能用太便宜的，于是从别的厂高薪挖了个 title 很高的人。听说薪水是我之前的2倍，蒋万军得意洋洋地告诉我，别以为凯云就离不开你了，以后再也用不着你了。我反唇相讥，看把你能耐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上天了呢。花了2倍的薪水请个人干同样的活，还沾沾自喜。拿到赔偿金后，我准备考公，每天都在忙着刷题复习。有一天，许巍突然告诉我，林涵，你进了互联网圈的 HR 黑名单了。说完，他给我发了截图过来，只见在一个共享的微信文档中，清楚地记录了我的个人信息以及我的劣迹。我的个人信息包详细记录了我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份证号、户籍所在地，而劣迹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：林涵为人性格孤僻，难相处，众多同事反馈沟通困难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在凯云公司工作期间，工作能力差，玩忽职守，给公司和其他同事带来不少麻烦，并且在被开掉后拒不交接，恶意仲裁索赔，建议永不录用。不用想，这一定是宋静干的。许巍的回复印证了我的猜想。我看了一下记录，这条数据就是宋静填上去。公司赔了我那么多钱，对于宋静来说，肯定是将我视为他职业生涯的污点。但是因为这个，就对我进行报复，将我的个人信息公布于众，并公然诋毁我，实在太过分。虽然我决定不再进互联网工作，但也容不得别人诋毁我。我立马联系杨律师，杨律师明确告诉我，宋静的行为已经违法，可以对他进行起诉和索赔。联想到此前也有3位同事跟公司杠到底的，他们被裁超过半年都没找到工作，会不会也是因为被纳入黑名单的原因？心中一有这个想法，马上将他们的名字发给许巍。他查了一下，告诉我都在名单上。我立马联系了这3位前同事，拉了个小群，将此事告诉了他们。看到我发的信息，他们又气又怒，都说没想到还真有黑名单，难怪投的稍微有点名气的公司，连面试邀请都没收到。我更惨，好不容易面上一家小公司，结果被调挂了。我知道是宋静搞的鬼，但是又找不到证据，这口气憋了好久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断人饭碗，真是恶毒。以前还以为是宋静吓唬我，没想到他真的这么干了。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做得这么欢乐，他图什么呀？即便把我们搞死，他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啊。他们在群里纷纷吐槽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准备起诉，问他们要不要一起。当然要，上次被他搞掉 offer， 反正没事干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不可。被调被宋静说了坏话的同事立马回复，其他2个也纷纷表态，愿意一起对宋静提起诉讼。第2天，我、许巍、杨律师以及3位前同事一起碰了个头，对宋静在 HR 群里公开我们的相关信息都做了数字取证。杨律师当天就去法院提起诉讼，将宋静以及他所在的凯云公司一起告上法庭。因为证据确凿，3个星期就开庭。在法庭上，凯云的辩护律师狡辩称，之所以将我们拉黑，是因为我们几个确实行为不端。杨律师当即反驳，让他提供我们行为不端的证据。我们几个在工作上都是踏实努力的员工，一切都是宋静的蓄意报复，他们当然拿不出证据来。杨律师又顺势提出，宋静以及凯云公司恶意抹黑员工，用被调威胁员工乖乖离职，
并将我离职当天的录音以及我的离职证明交了上去。宋静第一次给我出具的离职证明，写的离职原因是因能力不足以匹配目前岗位被解雇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，人事是不能在离职证明上填写对员工不利的言辞的。另外，当初宋静为了显示自己的本事，可是亲自在那份离职证明上签了字的呢。你不是说离职证明丢了吗？他不可置信地望着我，逗你玩的，也信？他在离职当天已被调和黑名单，威胁我的录音也被当众播放了一遍。录音中他嚣张跋扈的语气，让我现在听了都还是有点心惊。对方律师见理亏，又说只是将信息填了一下而已，并没有多少人会看到，也不会有 HR 真的会参考上面的数据。杨律师马上晒出证据打脸。宋静本人在 HR 这个圈层名气很大，也是人资方面的一个网红博主。他一直在公众平台吸引粉丝付费入群，推销的亮点就是这个共享的黑名单。他在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中，亲口炫耀自己在人资这个圈子的影响力，只要进了我的群，就可以轻易掌握互联网各大公司的人资动态。群里面有群友共同分享的行业内最完整的员工黑名单。有了这份名单，在以后的招聘中可以少走弯路。数千位已入群的会员粉丝反馈，参照我这份黑名单，在简历筛选阶段，第一时间就筛掉了劣迹员工，提高了招聘效率。杨律师提交这条视频，并当着法官的面打开手机和社交 App， 在宋静社交平台的主页找到了这条视频，并当着所有人的面播放了出来。他这条视频是2年前发的，他可能是自己也记不起来，所以没删。更何况，在我离职那天，他威胁我时，他再次亲口证实了黑名单的威力。我们所列举的证据被一一证实，证据确凿。一向自信满满的宋静，像个泄了气的皮球，面色苍白，身体几乎站立不稳。宋静直到开庭都没解散他的群。法官在他的手机上找到了他组建的112个微信群，几乎每个群都是满员。当场统计了一下，群员人数超过5万人。他分享的黑名单是在这100多个微信群进行同步的，名单上的劣迹员工人数也高达10几万。进了这个黑名单，等于被宋静群内的5万多名 HR 都拉黑了。也就是说，宋静这个名单已经让10几万员工从此与互联网行业无缘。虽然名单上的人不全是宋静写的，但他是群的创建者以及黑名单的发起者。法官认为这种行为十分恶劣，责令他将所有群解散，并当场宣判凯云以及宋静个人进行公开赔礼道歉，并赔偿我们4位受害人的损失。宋静收费拉人入群，恶意公开员工信息，毁谤员工的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，检方提起刑事诉讼，此案需另行审理。宋静当场被扣押了下来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可能会去牢里蹲一蹲了。凯云公司在庭审结束后，第一时间宣布开除宋静，称其目无法纪，给公司抹黑，因为他的不法行为给公司带来非常坏的影响，并对宋静提起了诉讼，要求赔偿损失。可笑的是，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初招宋静入职时的高调。 CEO 亲自迎接，并向大家炫耀他的手段和能力。宋静当然也不服气，也请了律师，声称将我们这几名员工加入黑名单是公司受益。看着他们狗咬狗的样子，还真是有趣呢。赢了官司之后，
我安静地复习备考，每天起早摸黑。2个月后，终于成功考上了公务员。说起来，还得感谢蒋万军和宋静将我裁员。如果不是这次被裁掉，我也不会下定决心考进体制内。新单位大家都很佛系，领导也很和蔼，适合只想默默安守一份工作的我。虽然薪资低了一些，但好歹不用担心每天累得半死，还要担心被裁员了。我的那3位同事在宋静的群被解散后，都纷纷在2个月内找到了满意的工作。这下更加说明之前没找到工作，正是因为这份黑名单的原因。本以为与凯云再也不会有交集，谁知在我上任新岗位1周后，蒋万军火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，说公司服务器出了问题，崩溃了，让我过去帮忙修复。听研发那边的人说，好像曾经也出现过这种情况，也是你解决的。林涵，你能不能过来公司一趟？我嗤笑道，你不是招了一位资深专家吗？让他解决呀。林涵，现在不是耍嘴皮子的时候，我知道你要钱，没关系，你把卡号再发我一下，我让财务立马给你打钱。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是在体制内，不能接私活了呢。你给我打钱，这是在害我，小心我报警。见被我拒绝，他软下口气，算我求你了好吗？这也是你工作了7年的公司啊，你为什么就这么狠心让他垮掉吗？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职场老油条，他的脸皮厚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他是怎么好意思要求我对公司有感情的？都把我恶意裁掉的公司，难道还要我把他供起来？公司也没有对不起你的呀，你的赔偿金该给的都给了，这次请你过来帮忙解决问题，也是愿意付你11000天，公司对你够可以的了吧？我差点被他的诡辩气笑了。这些又不是一开始你们主动赔偿给我的，是我请了律师劳动仲裁后得到的。一开始你们是什么态度？你怎么好意思说得出口？那你到底愿不愿意回来帮这个忙？我不是一开始就说了吗？帮不了啊，体制内不能接私活是吧？那你不收钱就不算接私活了。我凭什么白给你们公司干活？大白天的少做点梦。你这么冷漠没人性的女人，活该30岁了都嫁不出去。蒋万军恼羞成怒，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被惹急了，我也放下了素质，不客气地跟他对喷。你能嫁出去，能嫁就多嫁几次。气得他当即挂掉了我的电话。后来又有其他几个人陆续给我打了电话，都是想劝说我回去帮忙看一下的。其中还有一位是陈副总裁，他的话说得很圆滑，先是对之前裁掉我的事表达了歉意，将蒋万军批评了一番，又说起其他同事经常提起我，说他们很想我，最后很真诚地问我能不能抽点时间回公司帮忙看一下服务器问题，顺便看望一下同事。他语气缓和，态度诚恳，我心中却冷笑，包庇纵容蒋万军这外行指挥内行的人，不正是你吗？所以等他一说完，我还是坚定地告诉他，抱歉，刚入职新岗位，没时间呢。他还继续劝说，让我格局大一些，不要对过去斤斤计较。听到这些，我笑着回他，可是我就是个斤斤计较、睚眦必报的人，怎么办呢？要不你来咬我吧。年轻人不要冲动，凡事留一线。你个死老登，老娘都离职了，还想继续扑我，门都没有。说完，毫不犹豫地挂断了他的电话。公司系统设置的某些参数有些特殊，一弄错就会出问题，这些在交接时需要特别说明的。当初我也跟杨琴交代过，怎奈他的理解力还到不了那个层次。
后面他又被开掉了，新员工上岗也是等于没交接，这明显就是公司的问题，也怨不得现任员工。曾经我也将凯云看得很重，那时候公司氛围好，工作虽然也辛苦，但是大家互帮互助，相处愉快，薪水也不错。我当时想着一定要在凯云干一辈子，但是谁能想到前几天还和员工打成一片的老板，一声不吭就将公司卖掉了。不管他是被迫还是其他原因，总之是他拿了巨额的钱，愉快地走人了，留下我们一众员工等待资方的处置。那段时间人人自危，也让我明白，公司就是公司，赚钱糊口的地方，我付劳力，公司付我薪水，仅此而已。更何况如今的凯云，老同事都走光了，以前的老人应该是没几个留下来的，老员工都是被恶意裁掉的，他们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裁掉我们，再招聘新人顶替我们以前的工作。连同小吴上一周也被裁掉了，被裁理由自驱力不够。听到这个理由时，我是一脸问号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瞧瞧，这些人为了裁掉员工，不要脸地发明了这么多词汇。小吴前2天跟我咨询仲裁流程，我将杨律师介绍给了他，他们如此残酷地对待我们，我为什么还要对公司留情面？所以不管他们这次给我多少钱，我都不会去帮忙解决问题的。不蒸馒头还争口气呢。我其实也不是很高尚的人，现在甚至有点阴暗。看到他们服务器崩溃，我心里暗戳戳的高兴得很，大仇得报的感觉，让你们当初裁掉我，活该。这次系统崩溃持续2天2夜，凯云从此元气大伤。听说蒋万军作为运维团队的领导，在公司管理层大会上被 CEO 点名批评，甚至连资方公司都来了人，专门调查这件事故。之前护着蒋万军的陈副总裁，这次也没再维护他，他被喷得体无完肤，一怒之下将气撒在运维身上，据说将人拉到会议室批斗了一下午。蒋万军又舔着脸给我打了一次电话，给我画了个大饼，说公司在准备上市计划了，如果我愿意重新回去的话，薪水加1倍，还能有公司股份，等将来公司上市了就可以套现。我当然不信他的鬼话，对他冷嘲热讽了一顿，双方再次聊得不欢而散。听说蒋万军后来招了2个人，相当于我1个人的活还是分给3个人干了，但是系统还是没有因为人手增加就不崩溃，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我是不会再去跟他们交接的，我不是以德报怨的圣母。后来1个月之内，凯云公司的系统又崩溃了3次，每次崩溃后超过24小时才修复完毕。他们也都联系过我，但我都坚定拒绝了。系统接连出故障，业务损失巨大，用户的信任也持续下跌。一个系统接连崩溃的公司，怎么让人放心自己的数据是安全的？蒋万军作为运维主要负责人，被开除还被追责，凯云将他告上法庭，此事也上了新闻。我想大概不会有公司再会聘用他这种人了吧。而一向袒护他的陈副总裁也被免了职，资方也是这个时候才意识到用人问题，进行全公司彻查，但为时已晚。互联网竞争激烈，凯云的竞争对手本就不少，凯云自己作死，让用户对其失望至极，纷纷转投其对手了。没过多久，互联网圈就几乎听不到这个公司了，我也一度不再关注。2年后，当我在新闻上看到凯云破产清算的新闻时，还是有一些恍惚。我依稀记得当初资方高调入股的场面，
当时有多风光，破产时就有多落魄。宋静的案子在检方提起诉讼2个月后终于开庭。庭审时，出来指证他的除了我，还有被他威胁的其他多位员工，甚至还有他之前单位裁掉的人。看来众人对他的恶行痛恨已久，他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，没收所有违法所得，共计1300万元，处以罚款50万元。因为他交不出钱，他的房子被法院查封拍卖。在职场上叱咤风云20年的宋静，终于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。宋静被判刑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，被调和员工信息保护相关的讨论呼声越来越高。众多在被调中被前司恶意重伤的网友在网上诉说自己的遭遇。当挂在被调时，我全身都瘫掉了。我在上一家公司认真负责，工作3年都没请过1天假，就因为裁员补偿有争议，他们就在被调中说了我的坏话，真的愤怒又绝望。凭什么别人的一顿胡说八道就能毁掉自己的前程呢？他们不应该为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吗？就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制裁这些在被调中给恶意评价的人？这一评论成为点赞最高的评论，众多知名人士也在网上振臂高呼，规范这一行业，尽早立法。至于宋静为什么如此明目张胆地威胁员工，是他不懂法吗？肯定不是。为什么会知法犯法？只不过是仗着自己有人脉背景，看不起我们这些没有根基的小螺丝钉而已。他笃定我们没时间、精力与他纠缠，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，他会栽在我这颗不起眼的螺丝手里。作为一颗螺丝钉，我想说，我们只是芸芸大众中的一员，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。我们不完美，也不高尚，可是我们遵纪守法。我们能力不出类拔萃，成不了社会精英，可是我们积极向上。如果我们注定只能成为螺丝，那也是一颗勤勤恳恳的螺丝。每一颗认真的螺丝都值得被尊重、被善待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，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